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市場咧進入關鍵嘅一個禮拜，公佈嘅數據咧令人眼花繚亂，可以用峰回路轉嚟形容。有網友問：現在係咪我講嘅回調？現在應該點樣部署呢？好笑就係特朗普炒唔到鮑威爾，但係咧佢怒炒咗勞工統計局局長，究竟發生咩事呢？呢集咧係比較精彩嘅。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美國聯儲局公佈議息結果，一如市場嘅預期，維持利率不變，將聯邦基金利率嘅目標區間維持喺4.25至4.5厘，係連續5次議息會議按兵不動，並停留喺前年1月以嚟最低嘅水平，符合市場嘅預期嘅，反映出聯儲局喺當前經濟環境下不貿然行動，亦未有屈服於政治嘅壓力。議息聲明同上次相比近乎照抄，措辭改變頂多係經濟前景不確定性改為有所減少。另一主要不同之處係由特朗普安插2名理事 Walker 同埋 Bowman 支持減息0.25厘，係30年以嚟首次有2名委員喺決議期間投反對票嘅，另有1名委員缺席會議，未有投票。聯儲局下次議息會議將會喺9月16至17號舉行。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目前嘅預期聯儲局到時繼續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率，由原先嘅34% 增加至55%，減0.25厘嘅機會率就由近60% 降至44%。雖然7月不減息係市場意料中事，但公佈議息結果後喺星期四亞洲早上，美匯指數急升至99.75，黃金就急跌至3285美元，白銀亦跌至37.15美元，道指下跌171點。同日，特朗普喺白宮會見記者時，再次批評特朗普領導嘅聯儲局拒絕減息，指現時美國冇通脹，其他國家亦正佔美國嘅便宜。高息環境下將窒礙國民嘅購房嘅意願。呢個係聯儲局嘅錯，佢係唔希望見到呢個情況嘅。佢話聯儲局會維持1% 利率每年就會為美國帶嚟3650億美元嘅損失。佢認為美國應該維持最低嘅利率，又指如果9月先至減息時間已經係太遲啦。喺呢個2025年7月播出嘅專家問答節目中，主持人 Craig Ham 同呢個 Dollar Collapse Website 始創人 John Robino 探討一啲重要嘅話題，包括黃金價格、白銀價格，以及隨着聯儲局面臨政治壓力加劇，即將出現嘅貨幣政策嘅轉變。盧比諾喺節目中解釋，當前市場環境絕非典型夏季金融市場嘅淡季。盧比諾首先談到特朗普對聯儲局施加巨大嘅壓力。佢最近喺聯儲局講，高息環境將窒礙國民嘅購房意願，因為特朗普一直都係房地產開發商，廉價資金係房地產嘅命脈。無論如何，喺特朗普任期結束時都會降低嘅利率嘅。然而其後果就非常嚴重啦。佢認為喺呢種環境對債券市場嚟講風險極高，可能導致金融混亂。聯邦政府試圖操控直利率曲線時我哋最終可能會陷入美元危機，可能喺2026年重演。隨着美國債務超過 GDP 嘅120%，利息支出不斷膨脹，任何公開貨幣操縱都可能導致投資者拋棄美元嘅。當被問及黃金重新貨幣化嘅可能性，盧比諾毫無猶豫地承認呢個想法越嚟越重要。轉向一種新嘅以黃金支撐嘅貨幣，將導致美元大幅貶值。
呢種情況咧，將對任何持有美國資產人士咧有巨大嘅影響嘅。盧比洛指出崩潰式繁榮嘅可能性，呢個概念咧源自於奧地利經濟學家。崩潰式繁榮係指當足夠多嘅人咧清楚地認識到政府嘅明確政策係未來貨幣貶值時，佢話喺呢個階段，投資者會拋棄法定嘅貨幣，轉移購買呢個石油、養牛場，當然仲有黃金同白銀等有形資產啦。談到貴金屬啦，盧比洛認為白銀才剛起步，黃金連續2年上漲25%至28%，備受關注。而白銀最近亦都開始迎頭趕上，逼近40美元嘅心理關口。盧比洛解釋話，黃金獲得最初嘅買盤，白銀則落後。而言，一旦白銀價值定位清晰起嚟咧，佢往往會跑贏呢個大市嘅。白銀市場規模小，交易清淡，只需少量嘅資金流入就能推動價格大幅上漲。佢指出，隨住金價可能逼近1萬美元或更高，盧比洛認為白銀價格咧可能會升至每盎司數百美元。佢推測，儘管白銀不再便宜，但白銀仍然咧代表着買入嘅機會。我哋離每盎司40美元只差好短嘅時間，之前嘅歷史高點不會構成太大嘅阻力。佢話白銀現貨嘅價格可能咧好快就會突破佢嘅歷史上限。市場進入關鍵嘅一個禮拜，主要催化劑包括聯儲局會議同埋禮拜3嘅聲明。而言，聯儲局維持聯邦基金利率4.25至4.5厘不變。今年至今咧，聯儲局一直保持謹慎嘅觀望態度。第二季經濟增長 GDP 數據率先出爐，初值錄得按年增長3%，大超預期嘅2.4%。美國勞工部星期5公佈，美國喺7月新增73,000名就業人數，遠低於經濟學家普遍預期嘅10萬個。6月就業人數更增加14,000個，低於先前嘅147,000個。5月就業人數亦都從125,000個降低至19,000個，數據大幅下收至疫情以嚟最低嘅水平。7月嘅失業率並由4.1% 升至4.2%，顯示美國勞動力市場面臨風險。鑑於經濟好壞參半，股市、黃金、白銀極之波動。截至8月2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8.62，道指報43,588點，標指報6,238點，納指報20,650點。黃金報3,363美元，白銀報37.07美元，鉑金報1,325美元，真係峰回路轉。值得注意就係，特朗普喺8月1號公佈修正關稅，同埋美國勞動部將前2個月嘅數據亦都大幅修正後呢，股市就出現恐慌性拋售同埋恐慌嘅情緒。FedWatch 工具顯示9月減息0.25厘嘅機會率就由星期四近44% 急升至89.8%。咁樣市場對9月減息嘅機會睇法就越嚟越高，咁樣當然有利於黃金同白銀上升啦。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請按下鐘仔同埋點讚，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仲有你哋嘅點讚係好重要嘅，因為 YouTube 會根據大家嘅點讚率而幫我推廣呢條片嘅。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係啦，9月有機會唔減息喎，咁聽下呢位高人講咩先。對沖基金橋水公司創辦人 Ray Dalio 向外媒表示，佢強調對經濟前景嘅悲觀嘅睇法，更重點談到美國，指政府嘅收入約為5萬億美元，但支出就高達7萬億美元。由於美國政府支出較收入高40%，而且大部分屬於固定嘅支出，係冇辦法真正削減呢個開支嘅，所以積累債務係收入嘅6倍。以每年利息支出達1萬億美元計相當於預算赤字嘅一半。佢又將上述嘅負債比喻為經濟血管中嘅淤血。佢繼續指，由於持續嘅赤字支出，
美國政府明年呢可能需要發行12萬億美元嘅國債嚟償還呢個債務，並警告已經到無可挽回嘅地步啦，擔心大量發債同聯儲局印鈔嘅惡性循環，最終會引發貨幣貶值同埋通脹飆升。至於市場對聯儲局接下來減息嘅行動趨之若鶩，但佢呢卻大潑冷水，指新一輪大規模嘅量化寬鬆政策出台，又或是由華府掌控聯儲局，均有可能引發市場大崩盤。佢直言，由於上述嘅風險未有喺市場反映，故建議作出配置至少15% 投資組合到黃金同埋比特幣，又透過其他投資嘅組合中，黃金權重係高於比特幣嘅。至於外界對比特幣嘅程式碼是否可以被解破，擔心比特幣作為價值儲存嘅手段嘅有效性會受動搖。佢坦言持有比特幣數目不多。呢個禮拜黃金市場發生一件大事，幾乎係冇人察覺嘅。作為全球第2大黃金生產國，俄羅斯將擺脫目前黃金價格對倫敦證券交易所 LSE 嘅依賴，並計劃於今年年底喺聖彼得堡交易所 SPI Max 推行呢個黃金交易。SPI Max 董事經理切爾內舍夫表示，俄羅斯政府一直為包括貴金屬在內嘅主要商品類別建立國家價格指標嘅體制。喺黃金市場，我哋目標係確保制定獨立於國際嘅基準，以俄羅斯市場供需平衡嘅基礎嘅國家價格指標。預計聖彼得堡將以金條形式提供現貨黃金交易，每條1手。第一階段計劃推出2種金條交易，有1公斤嘅金條同埋12公斤嘅標準銀行金條。購買貴金屬用於或生產呢個工業產品，好似珠寶同埋催化劑等嘅礦產用戶，精煉廠、銀行同埋工業企業將能夠參與貴金屬嘅交易。俄羅斯悄悄地喺聖彼得堡推出自己黃金交易所，標誌住倫敦100年以嚟全球黃金定價嘅控制權首次面臨呢個嚴峻挑戰。呢個不僅係一家普通嘅商業交易所，有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黃金估值嘅方式。最近黃金價格下跌，市場係咁樣解釋嘅。7月議息結果，聯儲局維持利率4.25至4.5厘不變。鮑威爾言論被認為更加謹慎，或者係鷹派添。聯儲局9月降息預期有所下降啦。近期經濟數據如呢個 GDP 同埋 PCE 通脹表現強勁，強化咗聯儲局維持高利率更長嘅立場。咁樣就削弱咗黃金嘅吸引力啦。早前特朗普政府公布歐盟、日本、韓國對美國出口產品都徵收15% 嘅關稅。中國貿易協議尚未最終敲定，原定8月12號最後嘅限期迫在眉睫。中美兩國可能將現有關稅協定延長90日，為全球最大雙邊貿易關係帶嚟暫時嘅穩定。市場已經部分消化咗關稅嘅消息，減少咗恐慌嘅情緒。印度黃金嘅需求預計降至600至700噸，創5年嘅新低。中國對鉑金首飾喺2025年第一季大幅增長26%，主要因為金價抑制珠寶嘅消費。黃金需求仍受到市場波動嘅影響。呢啲正面嘅貿易發展同埋經濟數據嘅推動，美元出現自4月以嚟最大單日嘅升幅。美匯指數近期升至100.19，創下自5月29號以嚟嘅新高，係自2022年9月以嚟最大單週嘅漲幅。隨住美元走強，黃金版對其他貨幣持有者嚟講變得更加昂貴。呢個通常會抑制國際嘅需求嘅。呢種逆風可能會持續落去，從而可能限制黃金短期內上漲嘅潛力。咁資金就從黃金流入美元啦。黃金短期仍面臨呢個下行壓力嘅，但中長期避險同埋央行需求可能限制跌幅。投資者可關注3300美元嘅關鍵支撐位，如果跌破嘅話則可能進一步下試3200至3250美元。
根據8月1號嘅行政命令，特朗普咧已經設定咗關稅率，包括來自加拿大好多個商品徵收35% 嘅關稅，對巴西徵收50% 關稅，對印度徵收25%，對台灣徵收20%，對瑞士徵收39%。當然呢個令市場擔心關稅會推高呢個通脹嘅。另一擔心就係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嘅貿易夥伴，雙方貿易協定尚未最終敲定。另外最新公佈，美國7月新增73000個就業人數，遠低於經濟學家普遍預測增加10萬個。最大問題就係6月就業人數僅增加1.4萬個，低於先前147000個。5月就業人數咧，從125000個降低至19000個，數據亦都大幅下收至疫情以嚟最低嘅水平。7月嘅失業人數並由4.1% 升至4.2%，大家可以睇到噶啦。5月同埋6月嘅就業人數誤差係非常驚人嘅。最重要咧就反映勞動市場非常疲弱。上述嘅消息令股市喺星期五暴跌，道指、標指同埋納指分別下跌542點、101點同埋472點，美匯指數咧亦從高位跌咗2.6%。當日特朗普宣布已經下令解除勞工統計局局長麥肯塔弗，指控佢咧出於政治目的操控就業數據。其實咧佢係變相淡化其關稅對市場嘅破壞性。我相信咧最近黃金、白銀同埋鉑金只係短暫嘅調整嘅。我從基本面嘅因素分析，關稅引致通脹，聯儲局咧最快可能喺9月開始減息嘅。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咧，美元咧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滯脹咧會引致呢個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咧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股災咧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初期，我預計黃金板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板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板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板亦會升至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